Hello，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9点18分。然后我们现在结束了一天的训练了。然后刚把那个汗给吹完。然后我这几天我们不是出去外面玩了吗？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总共分2楼和3楼，然后3楼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包间，然后他们小包间，然后他们就特别好，然后里面还有灯之类的，然后我这个傻子，然后偏偏选了2楼，当时我还没觉得什么，因为我当时觉得吕振西，但是我就比较放心，因为感觉因为吕振西比较大嘛，然后我就比较放心，我就觉得跟着他总没错，然后我就认他为大哥了，然后我就跟着他，然后然后就跑到2楼去了，二楼那可以睡10几个人，然后他们把那个灯关了，然后他们那几个人在睡，把灯给关了，然后就在。然后我当时为了自卫啊，然后我就闭着眼睛在那狂踢，然后就听到那个知恩喊，就捂着腰子然后你伸我腰子了，他就一直在那捂着他的腰子，然后后面我就因为是黑子嘛，我当时完全看不清，然后我就凭借我灵活的身姿，然后翻滚了过去躲避了他的攻击啊。今天就这样，拜拜。Hello， 打个招呼呗。Hello。你回家换个衣服就准备出门吗？嗯哼，但是我现在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啊？现在是我在去买吃的的路上。这不是我家，我要出去也不是我家。好快了。人类，我是一个正常人类的性格。有3个词啊。人类，好 ，OK 啊。你用一种动物形容你自己。就那个动物啊。哪个？就那个我觉得这个动物特别和我特别像，就那个那你来模仿一下呢？就那个我模仿不出来，就那个那个动物，我觉得那个动物特别帅。它叫啥？就叫我给你1整天的时间，你不用去上学，然后你也不用去公司，你想带着我去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想带上谁？我谁也不想带上，我就想要我一个人。那你想去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自己玩一整天的腰带那些的，我的那些模型手办那些的。你有想在外面玩的事情吗？没有，我不喜欢去外面玩。你老家是哪里的呢？我老家是地球的。我用我灵光的脑袋思考一下，我决定我是带你去电玩城吧，让公司给我们2个一人发1000万，去电玩城附近买套房，我们就去电玩城，一不小心就给他买了1栋楼。那就这么决定了哟。我就这么定了。你今天打算做什么呢？我今天打算在这里做一个那种陶瓷的那种制品，我觉得这种做出来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那种意义。走吧。你以前做过这个吗？以前很小的时候有看别人做过，自己没做过。店里有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我们是在这个拉皮机上去拉皮，然后
饰，然后最后一步呢，我们就是上色和画画，可以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这3步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等1个月之后来取自己的成品就好了，因为它要烧制，还有阴干在上面，所以的烧制它需要这么长时间。1个月。对。好。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拍打，把气泡给拍打完，它是一个圆圆小圆球。这个呢叫做定中心。右脚的你的脚踏板，你把脚踏上去之后往前踩呢，它会加速，它会转得越来越快。然后你往后踩呢，它就是速度就会变得比较慢。当我们感到你到快后的时候呢，它的中心定好了，然后我们手扶住它，大拇指这样向下去压它，给它开口。这一步的时候呢，手不能够戳穿了，戳穿了的话，你的杯子就是漏的，对吧？对。然后我们给它慢慢的这样轻轻的往外扩拉它，它就变成小碟子，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把它变高的话，变成一个杯子，让你们需要去更加提拉它，轻轻的捏住它的这个地方，往下提拉，这样。它这个可塑性也挺好的。对，然后让它变深，变深之后它会装东西，它会想让它更深的话，我们就继续这样。让它变成一个杯子啊，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碗的话那我们就趁这样轻轻的把它往旁边去拉它，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碗了。好，你觉得中间不平整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海绵把水挤干，海绵水要挤干，挤干了之后呢，你把它再放进去，轻轻的这样，然后它的纹理就会变得很规整，对吧？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盘子的话，我们继续把它往外面这样破开。然后这就是一个盘子。好，如果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纹理和花纹的话，我们这样摇一摇就把它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我们用手去勾勒它。它就是一个带花灯的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在玩的时候呢，如果手突然这样怎么办呢？重新做。对，没关系哈，我们这样手捧住它，然后你用的是你的2个大拇指的这个地方去把它压下去，要压成最初始的样子，然后你可以重新开始，然后反复的去练习。哇塞！我那给捅穿了。老板，我练习好了。那你在把那个东西赶紧拿，哦。就在架子上选一下你要哪种类型的。好的。主体我可以给你看，看你是想要哪种。这种直的这种。就直通通的。对。我带你去做长焦鱼叶装饰。哇！我们也
装饰的话，可以自己纯手捏，也可以用模具嘛，对不对？这里面就有一些花花叶子、蝴蝶呀、还有一些简单的平安符，这是泥浆，等会儿就是拿来粘黏涂就行。好，我们涂颜色啦。不涂的地方烧出来就是白色，因为我们这个泥巴是高白泥，它就没有白色的颜料，就不涂就白。我们一共有这7种颜色，就大方框这7种，涂在这儿了7个瓶子，再摇一下，这样摇匀了。然后我们再倒到那个调色盘里面去用。好的。颜色啦，跟到捏装饰都跟你们讲了。你那个主体，因为它不涂它是白色嘛，如果你主体想要其他的颜色，你可以先把主体上了颜色，然后再去贴把手，然后再去贴那些小装饰。那我就先涂那个杯子嘛。对。你觉得刚刚那个第一步怎么样？那种熟练掌握这种技能肯定是特别好玩的，但是对于我这种不会的新手的话，就有点不会。就是转着涂东西涂颜色，你拿的那种大的刷笔，大刷笔。OK。Te doy la vida, porque mi vida es tuya. Te entrego el alma, sedienta de ilusión. No dudes nunca que muero por quererte. 我准备先给它涂一个唇色，然后在上面做一些东西。我看你刚刚不是在那个杯子上画了一些图案吗？没画图案啊，就画了一些正方形。那个正方形是我准备在那上面安装一些眼睛之类的，然后预留的地方，然后我想一下，然后我预留在那底面是白色的，有点不太那个，然后我就想我还是给它涂了吧，不然破坏一体性。Juntitos viviremos, juntitos moriremos, unidas las dos almas, formando un solo ser. Porque mi vida es tuya, te entrego el alma, sedienta de ilusión. No dudes nunca que muero por quererte. Te doy la vida, te doy el corazón. Te doy la vida, te doy el corazón. 差不多了吧，我觉得可以了。那就让它安静的在这，待会儿它干一下，我们收到药房去就可以。好。发到那个微信上。妈，帮我拍个照，我要给它取个名字。我是说，只要拍一个这个，我给它取名叫小耳朵。然后再发一下这个编码就可以了，上面给它贴的6336的编码。6336妈妈编码这儿。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就我刚刚自己做了一个本，你不算了，这个
主体是工作人员老师帮我做的，然后但是这个背板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这是一个教练，然后我给这个作品命名为小耳朵，因为他的耳朵很小啊，所以我叫他小耳朵。那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接下来准备去哪里？我接下来准备去书店那边去看一看。好，也就是一个穿越的一个技能。我现在直接到达了我们的第2站书店。这个的书都太深奥了，太深奥了，那种感觉都是那种看都看不懂的那种，所以我决定点点书，然后陪我去吃饭。我以前比较喜欢看那种，有个书叫做《装在口袋里8分》，然后我就以前特别喜欢看，然后就买了特别多，然后就堆在我那个柜子里面。开始。好，我们现在也就是瞬间穿越到吃饭的地方，走。只不过这瞬间穿越这个技能有点费体力，导致我这个体力有点少了。我现在所以我要吃饭补一下体力啊。突然感觉意外的可以。你觉得哪种火锅最好吃？你觉得哪种火锅最好吃？老师，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啊。重庆火锅。我觉得火星的火锅最好吃。就是我有一次去火星旅游的时候嘛，然后就吃了那里的特色火星火锅，那里面什么东西都加，比如说给你加什么，给你加一些蟑螂、老鼠啊那些的，蟑螂、老鼠作为那个汤底啊来熬制的。总而言来说的话，火星火锅我只能说，对于我这种火星人来说的话特别好吃，但是我一般都是不吃那个有老鼠、蟑螂汤底的，我一般都是吃正常的。正常的是什么？正常的就是和地球上的差不多的呀。老师，你不理解我们火星人。你刚刚不是说你去火星旅游吗？你跟谁一起去的？我跟那个高明阳他们一起去的。我给你讲一下我当时是怎么上那个火星的。首先你肯定是要造一个火箭嘛，但是我没有，然后高明阳就跑到那个电视机里去偷了一个火箭过来，然后我们两个就坐那个火箭嘛，然后就 feel， 然后就上去了。当地呢，因为我们提前准备好那些服装之类的嘛，我们当时就特别饿，然后当时就在火星找了一家那个火星火锅店，然后那个店呢，还挺好吃的，但是就是那个火星人独特的口味的那个锅底我有点吃不来，其他的就跟地球上正常的其实没什么差别。哇塞！来，第一口粉丝先吃，粉丝吃不到，我来吃了。跟我当年在火星吃的火星潮汕牛肉火锅有点像啊。火星也有潮汕这个地方。对啊，火星的那个潮汕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潮汕，它那个汕是扇贝的扇。其实我们地球上的这些地球上的很多食物都是从火星照抄过来的。我作为火星国王他的第1888位干儿子，然后我肯定会知道这些的。当时我在那个火星旅游的时候，我当时不是吃完那个火锅吗？吃完火锅我们就回不来了，
然后高明阳又跑到那个电视机里面去拿那个火箭回来，就我们就这样停下来，因为当时没有安全保护嘛，然后所以导致这个高明阳和我的头发烧焦了，所以我们现在剪头发就会有一段那种剪得特别短的那种时期，也比较正常，因为那个烧焦的头发嘛，它就预知了你以前的头发，会导致你的头发会变短一点。虽然这个没有任何可以关联在一起，但是我就是那么想的。那1887是谁呢？第1887是高明阳啊。高明阳作为我们国王的第1887位干儿子，他的待遇可想而知，是比我高那么高一名的。哇，太好吃了，老师快吃啊！来尝尝这个火星潮汕的特色，老师你好。这就是传说中的火星牌的手打牛肉丸吗？口感爽滑。看这个肉丸好扎实啊！这个丸子好好吃啊！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我看能不能弹起来，还有点 Q 弹的。哇！老师，我跟你讲，我们火星不是打篮球，是打这个肉丸。我们这个火星的肉丸呢，是经过你这个肉丸，首先你要把它放到一个那种容器里面，然后你就把它当正常篮球来打，然后要打要打749天才能练成这样的一个肉丸。但是我们现在地球呢，很容易就模仿到这种技术，所以火星的肉丸就被淘汰了。那打完这个肉丸之后还要吃掉吗？肯定是要吃掉的。但是火星上的猪就要打特别久才能弄，当然基本上打完都已经变质了，但是火星人就爱吃这种。这是牛。哦，对，火星上的牛嘛，就是特别容易变质，所以你打完的话基本上就是变质了。但是火星人特别喜欢吃这种变质的丸子。但是我现在已经从火星人的身份开始慢慢回归人类了，所以我现在就喜欢吃地球的这种。今天你体验的这一天就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你给今天的自己做一个总结吧。首先，我们一开始先去做了那个陶艺，然后做了一个杯子，我又自己捏了2个那个把手，就上色之类的，最后给它刺名小耳朵，然后后面又去那个书店去逛了一下，因为有点太安静了，就不想打扰到其他人嘛。最后就来这儿吃饭，吃完饭就没有任何事了。好，那你觉得今天一天过得怎么样呢？我觉得今天还是过得蛮充实的。好，那最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拜拜。起床了，起床了。9:30，我天。走吧。
那是也混合人吧？小西干嘛？有优惠有活动呢啊！那比出的好多啊！我喊自己拿自己钱买，买3个啊，一个就行了。我中了个这个光辉剑士，还可以，我给它装上看看。哦，走吧。啊，等一下，为啥我一走就变那么多啊？还有那个什么？你说刚说以前那边有个什么东西来着？以前有个那个什么樱桃嘛，然后我就经常去摘它那个樱桃。当时就贴了个标签预定贴上去，但是有些人会直接把你那个标签撕了拿去吃。还有一件事就是生的樱桃是苦的，就是绿色的樱桃它是苦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已经尝试过很多回了。那边有个枇杷树，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枇杷我们以前就拿篮球去打它。那边那个水塘那里，但是现在封了不让过去。而里面有那个鱼，但是是那种观赏鱼。以前我们班上有我同学喜欢把那个自己做鱼竿钓那个鱼去。哦，对，这个竹子，我感觉以前没有这个竹子啊，这个竹子有那个竹青可以吃。什么？你吃过这个？对啊，哦，这一个，那里那个好像是那棵吧，反正在我印象里好像就是那棵，这个，这是樱桃树，应该就是这棵树啊，我记得啊，就是这棵树。出了。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没樱桃吧？我的天哪，樱桃不是都是吃了吗？对啊，反正以前这个成熟季的时候，这个樱桃都是随便摘，但是得靠手速。哎，给你看我这会儿就随随便便，头一个。给你看我摸框啊！你摸啥框啊？算了。哎，不是，怎么那么高啊？等一下，明明看着就很高呀。再来试个力。哎，不行，我太矮了。走吧。Hello， 这么久没见了，你最近有什么趣事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我们班上的那个历史课代表嘛，我们历史老师偶尔会给我们一些吃的之类的嘛。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嘛，我那个好朋友虽然他不是历史课代表，但是我和他经常去拿书，老师就默认他是课代表了。后面我们班上另外一个同学，他听说有吃的，是下午第1节课，所以每次睡醒了，然后就会要去跑。然后当时我和我好朋友，我说多一个人吃的概率就会减少。然后于是我们2个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午睡一响铃的时候就直接跑出去去找老师，这样得到那个吃的概率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还是差不多，我感觉，但是还是差不多。我服了有一次中午他给我叫醒了嘛，我说哎我不去，就看他往外走了，然后我就直接跑，我直接往反方向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里，就在中途遇到了我们那个历史老师嘛，我就跟着一起去拿书，然后他进了我和老师一进办公室，他就在那哇，就在那吓我，其实我和老师哪个都没吓到，他就说什么，他就说老师你挡了一刀。那你刚刚为什么要带我走那条路啊？那条路是你走了很久的吗？走了6年，肯定很久啊。这次考核，你觉得你做的好的和不好的可以改进的分别是什么？我这次声乐，我觉得比上次进步蛮大的，因为这次节奏音准都把准了。
上次是节奏没把准，音准没啥问题，舞蹈框架还是挺大的。现在我开始说缺点了，我们那个评的那个老师说我声乐唱的太平了，我理解的意思就是稳定发挥嘛，没有太多的惊喜那些的，说我唱的太平淡了，所以我觉得下次可以唱的不那么平。舞蹈方面呢，我自己也是看了一下，我发现有些动作我没做好，我给它做的比较糊，虽然框架比较大，然后有些动作就因为比较快嘛，所以就做的比较糊。只能说下次把这个点给改掉吧。那你觉得你在五代这个团队里面，整个团队里面，你觉得你是哥哥的角色还是弟弟？我肯定是大哥的角色，因为我作为五代第2大厨，我肯定觉得自己是个。那你觉得你平时是什么担当呢？纪律担当。为什么？因为我经常管理我们这边的纪律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训练结束了，我们今天晚上家里见，拜拜。不进。进不进？不进。我已经进来了。我进来了。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吃饭啊。你吃什么饭？吃晚饭了。首先这面是我的一堆玩具的盒子，我给它垒成了一个小墙吧。这是你收集了多久的呀？差不多2年吧。这边我书柜就比较弄得比较乱啊，这些是我的一些类似于手办的一些东西吧。这块是我平时会玩的一些车子之类的。有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吗？哦，对，差点忘了。这里，这个大概是我3、4岁吧，应该。这个就应该是1年级，差不多1年级什么表演吧，应该是。这个也是。哦，这个是我差不多幼儿园的时候的照片，然后给我外婆也带个妈。这个是不知道4、5岁吧，大概。诶，这张不同角度，这个大概也是3、4岁吧，6、7岁的时候吧。
6、7岁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我当时，学这个跆拳道的时候，当时不是有这个什么贴纸嘛？这个贴纸好像可以换什么东西之类的。这个是我大概1、2年级的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好，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做什么呢？我去给你们看看我的玩具吧。是韩国和中国16年的时候合作的一个动画片吧之类的，然后这就有一堆，老师快点给我拍个特写，老师，你最想要哪一个的特写呢？老师，那你给我这个吧，这个，你拿出来展示一下呢。但是它已经被我玩烂了。这个是一个灵动的，这个不是韩版的。这还有一辆大的，这还有一辆中号的。这个是我捡录下来的。这个是 MK 的。这底下就是一些，也怎么说呢啊，就是比较大，但是不怎么值钱的一些，我就给它扔这里面来了。好了，你现在有一个任务，你需要找一张 A4 纸和一支笔。好，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在这张纸上画出你在舞台上的样子，你心目中。好的。横着画还是竖着画？都可以。那我竖着画吧。好了。说画好了，我给个灯光，啊。你画完之后，你得介绍一下为什么。好啊，这不行，我给我这个涂成黑色的，比较明显一点。好了，老师我给他画好了。这个台上的这个就是我。至于我为什么要用黑色的笔标出来呢？我只是想说，因为黑色比较更明显一点。如果画成这样的，就差不多了。这底下的就是观众啊。这个就是我画的那个舞台啊，这个舞台还是蛮细致的，我觉得。我还给它做了一些灯光效果，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为什么是一个全黑色的一个人？因为黑色的比较明显一点啊。为什么会想到这么简单的一幅画？没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细致的。你看这个灯光舞台，然后人物都有了，啥样素都不缺。现在就问你几个问题，你心目中合格的偶像是什么样的呢？追求完美的偶像万万岁！觉得一个合格的偶像肯定是1必须要努力嘛，2肯定就是品行要端正，3是好学生。好，那你想给你的粉丝带去怎么样的能量呢？我肯定是要给我的粉丝带来正能量的。好，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在这张纸上写下一句话，送给5年之后的你自己。好，老师展示啊。为什么想到送这句话给5年之后的你自己？因为我觉得我5年之后肯定会变帅啊，所以我就赐给他这一句名言啊，希望5年后的我能牢记这句话呀。好了，那现在这幅画也画完了，那你现在准备干什么呢？我现在准备上床睡觉啊。好，那在你睡觉之前还有几个采访的问题我问一下你。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一次不是以 TF 家族5代练习生的身份参加了这一次新音吗？就新音荣耀。那你在参加荣耀之前和参加荣耀之后，对荣耀这个词有没有不一样的理解？其实我觉得，我参加完新音了后嘛，然后我觉得这个荣耀是我们粉丝带给我们偶像的一种荣耀，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好，那你觉得你作为最小的一代师弟的一个身份参加了荣耀这个演唱会，你觉得你是沾了荣耀的光，还是为荣耀做出了一些贡献？我觉得我沾了一些荣耀的光嘛，毕竟第一次在那些粉丝面前露面，我觉得我还是沾了一些光的。那有没有为荣耀贡献了一些力量呢？我觉得肯定是贡献了一些力量啊，因为我们5代新音可是贡献了
N 多个舞台，但是虽然我只共建了少年美和超人诞生日记，我可以分为2个，所以也就是说，每个人最少都贡献了2个舞台，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了。好，下一个问题是，你在成为 TF 家族练习生之前，有没有了解过练习生这个身份？练习生这个身份，我在没有成为之前，我就觉得特别辛苦之类的。虽然当时都是看他们在舞台上面的，没有在看他们下面之类的，但是为自己的努力而奋斗。你有没有听过外界对练习生这个身份的一些评价呢？我们同学都说很羡慕我可以提前走，但是我真的想说，我们那个软开课真的相当之吓人，听取哭声一片。你能简单说一下你是怎么加入 TF 家族的吗？就是怎么被发现？某天我兴致勃勃的给我妈说，我想去买张 Switch 的游戏卡带，刚好走到 Switch 店那个位置，就有一个其他公司的星探把我给找着了嘛，就加上了我妈的微信，然后我就逛回家了。然后我妈跟我爸分享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可以去试试。好像是去了3次，但是那个公司好像是要给钱。我爸说这个就类似于那种给你培训班那种，但是可以带你去上一下综艺。因为当时那段时间我还是在学钢琴的嘛，我爸说我都已经学了钢琴了，就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就撤退。初一上册，大概要结束的那段时间，然后我就收到了通知，说是巴拉巴拉公司的那个老师推给了我们这里的时代峰峻的工作人员嘛。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去当练习生，就经过一大堆周转，然后终于定下了在3月1号当天，然后我就进了时代峰峻。那你一开始就刚进公司的时候，对这个身份的定义是啥呀？练习生啊。那你在这里训练了这么久，那你现在觉得练习生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练习生是一种劳动者，因为劳动最光荣嘛，弄的是对以后的培养，所以是很有用过的。我们是一个光荣的劳动阶级。那你期望粉丝们怎么样去定义 TF 家族5代练习生呢？我觉得不应该把我们定的比较小，旁人会看我们呢就是小屁孩，就觉得是我们是特别特别小的。说实话，其实我们虽然他们觉得我们小，但是我们舞蹈声乐可不是那种小朋友水平的，虽然我有点像小朋友水平的呀。你在正式成为 TF 家族5代练习生之后，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那就先从学校来说吧。说实话，其实我以前作为学校的一份子，学校的一个学生，自从我从学生的这个身份进化成练习生后，我这个练习生的身份会给我有一些便利和一些不便。首先好的呢，当练习生的便利呢，就是有什么事情老师都会叫你去做。不便利呢，就是经常有人问你什么师兄什么什么样之类的，师兄什么什么样的，你有没有见过之类的呀什么的。但是出于同学的关系嘛，就只能委婉的拒绝他，说这个事情不能说，这个事情不能说之类的，导致我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这个自从当上练习生了，我的家庭地位直线上升了。直线上升了。我觉得我当练习生之前，我可能还没有我妹的家庭地位高。自从我当上练习生后，我的家庭地位就直线上升，这对我是一个好处。二呢，家庭方面来讲呢，我和父母出去玩的时间就比较少嘛。三呢，我再从人际交往上面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我的同学就开始有点疏远我了。怕什么被骂什么之类的吧，但是我玩的几个好的朋友还是经常跟我玩的，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些变化吧。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那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我准备睡觉啊。好的，去吧。我把那个放回去。好，拜拜。好的，拜拜。